在上海，邵友莲对你还客气。表面上看倒还过得去，只是这盛宣怀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公然向我索要这造船厂和兵舰图的图纸。你答应给他了吗？我考虑再三，还是给了吧。他有谦君子风度啊，图纸就是给了他们，也是纸上谈兵。报！大人，朝廷500里快船。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朝廷让我出任陕甘总督，而且是即刻上任。为什么？虽然啊，我又要领兵打仗了。西北有战乱。对呀，外国势力帮助叛军，已经占领了一些地方。我大清万里江山，岂能入他人之手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人，到西北带兵作战，那可是苦差事啊。这是太后老佛爷的旨意，也算是朝廷知人善任。男儿在世，总是要建功立业。我也只好为了社稷大业，置一切而不顾。由大人亲自率兵出征，西北何愁不平啊？这是指西北西出阳关无故人呐，大人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。我决心以下，带着棺木领兵西征，收复疆土，决死沙场，留我一代英名。大人，千万别这样说，你一定会凯旋而归。大人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吧，我一定会尽犬马之劳。小燕，西北成败与否，关键在于粮饷。大人放心，军饷粮饷我会尽心筹办。为长治久安，我要在西北屯垦戍边，不能急功近利，从长计议，杜绝后患。我明白大人的意思。大人，我给你粗略地计算了一下，以你带5万兵计算，每年的军饷和粮饷至少要350万两。有困难吗？是啊，现在广东、浙江、福建3个省，再加上江海关的总饷，每年216万，相差太远了。是啊，小燕，我要进京向朝廷求饷。说来惭愧，你在杭州善后局的垫款到现在都没有支付给你，现在军饷还没有着落，你有什么办法圆通啊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只能向洋人借债。洋人会借，给他利息，洋人就会放款。但是要担保，江海关是最好的担保。这些都不是我最担心的，我最担心的是，这泱泱大国向洋人借债，你说这朝廷会同意？国难当头，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大人，恭亲王在给皇上的奏折上明明写着，我大清断无借洋债之先例，这样朝廷不会同意我们借的。姐，办大事最要紧的就是要拿主意。借什么？要借120万两白银做西征军饷之用？这数目也太大了。薛元兄啊，你怎么敢承担下来啊？说实在的，刚开始我也是糊里糊涂的。可是左大人呢，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能不知恩图报呢？可是左大人现在远征西北，从此咱们是靠山远去呀。万一以后在生意上有个3灾2难，他是鞭长莫及呀。这点你考虑过没有？考虑过了。可是我转念一想呢，这左大人一旦西征成功，那我大清的江山就得靠左大人维护。再说了，战事一开，买卖军火，这是多大的商机呀，利润大得惊人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的难处。你就说福建这个，为了左大人的这批军火，我是舍去了20万。浙江那边呢，
又是碍着他老人家的面子，又是30万，就这2单50万，你说我怎么吃得消啊？有生那么多的账啊！转眼开春，私茶两市都要热闹起来了，大把银子就要花下去。到那个时候，倘若富康周转不灵，岂不难堪呢？岂止难堪呢？这简直是要命的事。所以啊，这笔款子一旦贷下来，我们起码可以先垫付一下。等我们熬过了明年夏天，这厮卖出去了，我们不就活了吗？所以这笔款子一定要想办法给他贷下来。薛元兄，这几千几万，我一句话就可以定下来，可这一开口就是120万呐，这谁也做不了主的。再说，银行借钱未借先要谈的偿还，一旦到期拖欠，那可怎么办？此事我和左大帅已经商定了，在他西征之前，先进京觐见皇上，请朝廷颁旨执行。哎，要是朝廷真能够颁旨，那我们倒是和英国汇丰银行可以谈判一下。不过这次可要你胡大财神亲自出马去找他们的总经理麦林谈谈喽。那就好极了。这个左宗棠，不是上谕让他西征吗？他来京城干什么？这还不明白？凡事要进京就得要钱，他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听说军情紧急，让他先出关，军饷自己解决。据说是皇上的意思，这哪里是皇上的意思？无非是有人怕左宗棠进京找麻烦。可他左宗棠天生的执拗性格，偏要来讨人嫌，也难为他了。没有钱如何养兵？没有兵又如何打仗？且你们也知道，西北自古以来就是个隐患之地。如果不安定下来，大清就不会稳固。左宗棠要去，自然是件好事。他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们就帮帮他。他这样也是为了大清，为了皇上嘛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太后圣明。太后，此次微臣贤命出征，自当万死不辞，报效朝廷。但西征成败全在于军饷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望太后为微臣做主。你西征的军饷大概还需要多少？5万兵马的粮草加上军火马队，最起码需要350万两白银。启奏太后，目前战乱刚平，国力维艰，大江南北连年遭灾，上交国库赋税锐减，西征军要350万两白银，我户部实在度之不出。臣李鸿章启奏太后，户部所奏属实。大战之后元气大伤，此时发兵西征，恐怕会雪上加霜啊！是否待国力完全恢复之后，再出兵西征？西北历来为我大清的江山，怎么能容忍一小撮叛军背叛朝廷，投靠外国？祖宗留下的土地寸不可失，西征一定要立即发兵。军饷的事儿就是再难，你们要立即想办法解决。谢太后，臣来京之时，深知朝廷困难，已对军饷做了筹划。你有什么想法？臣以为西征军可自行屯垦，解决部分米粮之需，不足部分由各省协饷解决。臣也和南方沿海、福建、浙江、广东3省督府商定，每月均可拿出几万两白银作为接济。如果李中堂能够把他主管的北洋、天津，特别是上海的江海关、洋税中抽调一部分作为西征军饷，此事可无忧矣。不，左大人，我所管辖的海关并不宽裕，实是捉襟见肘啊。再说，北洋的金海关，那些税收
是为了要筹建北洋舰队。上海的江海关，洋人汇款不多啊，所以要我协饷，实在是力不从心呢。为朝廷西征提供军饷，是大清臣子的责任。南洋各海关均大力支持，你在江海关月进白银60万两，怎么就1毛不拔呢？左大人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们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吵了。此事李鸿章与上海道台磋商一下，能出多少协饷，禀奏朝廷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，臣立即到上海去商议。太后，西征军饷不能稍有间断。大西北在万里之外，交通十分不便。冰天雪地之中，弟兄们如果吃没得吃，穿没得穿，如何打仗？李中堂，你身为朝廷重臣，国家危难之际，你就不能多一些担当吗？李鸿章，臣在。我看左宗棠如此的恳求，你就从江海关每月拨出3万两银子，作为他西征的军饷吧。臣遵旨。谢太后。120万两白银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！麦林先生，正因为数额巨大，所以我们才找到了汇丰银行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贵行在世界银行里的地位和声誉。另外，你也应该清楚，如果此事成功了，那贵行在大清的地位将会大大的提高，你们所获得的利润，当然也应该是十分可观的。是的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更知道，万一到期你们不能归还这笔巨款，那怎么办？麦林先生是不相信我大清朝廷？不是。如果这笔贷款真是作为军饷，得由贵国政府出面与我们交涉，否则我们不能考虑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大清政府还没有向外国贷款的先例。如果谈判成功了，我大清朝廷一定会支持。顾先生、胡雪岩先生在你们官场上的影响和势力究竟有多大？请你真实的告诉我。麦林先生，我们有一句古话叫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胡先生是财神，他的钱可以买下浙江省的半壁江山。半个浙江省相当于你们英伦3岛中的其中一个。麦林先生，还要我做什么解释吗？不，好吧，那就请给我一点时间，在我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件事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商谈。胡先生，你认为呢？好，那我就盼着你的早日答复。同时，我也得提出来，在谈判没有结束之前，谈判的内容一定要严格保密。好。宣怀啊，中堂大人来电报说，左中堂尚未西行，他先到京城向皇上和两宫太后启奏，要求落实西征军军饷，除各省协饷外，还特别指明要我们江海关要给予军饷。李中堂大人据理力争，但是西太后态度坚决呀，硬是从江海关挖走了3万两西征军饷。为此，李中堂大人要我们密切注视左中堂和胡雪岩的动向，以防万一呀。大人，据下官所知，胡雪岩未经朝廷同意之前，已向英国汇丰银行要求借贷120万两银子。什么？120万两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此事肯定是胡雪岩和左中堂的主意，我要赶紧奏明皇上。奏明皇上有什么用？朝廷现在正在为西征军的军饷烦恼，胡雪岩能替朝廷借到洋债，那正合朝廷之意。我想这次功劳会落到他们身上了。这么说，
我们是卡不住这笔洋贷款了。我看是卡不住，不过要卡，可以从江海关那笔血饷来卡。对对对，宣怀啊，上海是李中堂大人的天下，也是我们的天下。现在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亲信，从杭州把手伸进了上海，竟跨越商政两界，这对我们可是莫大的威胁呀！可怕，实在是可怕呀！朝廷这一次一定会为西征军提供枪炮弹药，我想胡雪岩一定不会错过这笔大生意。宣怀啊，你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揽下来。江南制造局理所当然要为西征军提供武器弹药，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。如果江南制造局一时半会儿还制造不出来，那就赶紧向洋人购买，买就要快，一定要快。下官即可操办此事。另外大人，我想不妨请申报刊文，揭露胡雪岩向洋人借款一事，让言论四起之后，麦林会迫于舆论的压力，取消与胡雪岩的谈判，叫胡雪岩求贷无门。好，卖报！看胡大财神胡雪岩上蹿下跳，丑态毕露，向洋人借债了啊！看报嘞！哎，好嘞，给您先生。给我来一份。哎，给您一份。好嘞，看报。你看，骂得狗血淋头。布政使胡雪岩如同哈巴狗，向洋人摇尾乞怜，借助西征燃眉之急向洋人举债，将重利施于他邦，将平民拨于世界，有失国家尊严，此乃国耻一说。这国耻二说云：行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件事不是说好了一定要保密的吗？这报社怎么知道的？这在上海滩，什么事情能保得住密呀？如今闹的是沸沸扬扬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立刻发一封快报，转告左大人，我们要取得左大人的积极支持。来，干杯！尊敬的申先生，归国的事情太复杂了，比起复杂的数学难题还要复杂。至今为止，胡雪岩并没有向我们借任何的债务，我们也没有借债给他，连意向也没签。难道凭意向就可以攻击胡雪岩吗？何况我们连意向也没有。麦林先生，胡雪岩这个人是很有能耐的，也很会搞欺骗。如果他是一个骗子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揭露他，让他滚出上海滩。好。知道了，罗斯太太。四妹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我听说雪岩闯祸了。闯什么祸？说他借洋钱丢了大清的面子，报纸上登了很多骂他的文章。刚才在街上，路上的人指指点点的都在议论，吓得我赶紧跑回来了。姐姐，我想你用不着担心，雪岩他不会干傻事的。如果他去借洋债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那人家怎么骂他呢？他们想骂就让他们骂好了，我们又没干什么亏心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想呢，雪岩一定是帮左大人在干大事情，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样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他现在也不缺钱呢。所以说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吉伯特先生，你好。您好。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，这位是江南制造局总办盛宣怀先生。吉伯特先生，您好。您好，江南制造局，我知道。你们很多机器都是通过我们伊和洋行进口的。吉伯特先生，今天我找您的目的是想请您进口一批枪炮弹药。枪炮？你们江南制造局不是已经会制造了吗？我们制造太慢，质量也差，不如进口的枪炮是又快又好啊。数量大吗？非常之大，是提供左宗棠西征军用的。左大帅的西征军，我知道。胡雪岩已经在找我们洋商商谈有关事宜，所以我想尽快和您做好这笔生意，不要落到胡雪岩的手里。
OK， 我认识一家专做军火生意的奥林公司，是国际著名的军火商，总部设在伯明翰。你们需要多少长枪、大炮、弹药？我派个电报去，一定会按照规定的期限运到上海。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代表江南制造局、上海道台邵友莲及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先谢谢你。等军火一到，我们会当面重谢。这就是军火采购单。哦。我一定设法为你们买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、最新式的武器。不过，要想武器早日到，先要把货款全部付清。先要付清，我想恐怕很难。再说朝廷现在财政正困难，拨给我们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也非常有限呢。盛大人是江南制造局的总办，可多向李鸿章大人和上海道台要求。既然你们在与胡雪岩抢这笔生意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如果成功，我基伯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你看这样如何呀，雪岩兄？大先生什么事？左大帅发电报来了。来，给我。好极了。迎春啊，你看。哎呀，雪岩兄，那我们立刻找麦林谈判。走。看来此事已引起了麦林的高度警惕，准备随时揭穿胡雪岩这个骗子。很好。采购军火之事，那个吉布特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没问题，一切包在他身上。不过他们要求付款要迅速，全款付清之后，他们军火才会运到。款子全部筹齐？不行啊，枪炮弹药到不了，那可怎么办？不可能吧？双方订有合同，从中又有吉伯特先生做担保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据说奥林公司可是国际驰名的军火商啊。此事要妥善解决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请问胡先生，上海申报对你的行为进行了无情攻击，你现在是什么态度？麦林先生应该知道这一切并不是事实。此事我们已经电告了左大帅，左大帅的回复是一如既往，绝不退缩。这报纸上谩骂攻击胡先生，您有什么见解？贵国言论自由，但思想掉入了保守的陷阱。我认为，能够向银行取得贷款是信用的标志，并不是丢脸的事情。关键是银行要防止欺骗行为的发生。这麦林先生的确是个行家，我也知道，开银行最担心的，也是最倒霉的，莫过于呆坏账。我想知道贵国朝廷对借款的事态度如何。麦林先生，我要告诉你，大清朝廷现在把收复疆土作为头等大事来抓。一个带兵的将军能够自己筹借到贷款，朝廷当然会全力支持的。左大帅的势力范围，据我所知，似乎只有山西、甘肃2省，那是最贫瘠的地方。不然也。如果大清朝廷同意了这笔借贷，他会下令由各省来分摊回扣这笔借贷。所以这一点，请对方不必多虑。那么这笔贷款，为什么不请你们朝廷出面来借呢？麦林先生，左大帅出面，那就代表朝廷了，一切都讲对等。如果真由对方政府来出面的话，那我们坐在这里谈就不对了，应该由对方的户部出面。如果左大帅代表大清朝廷，而你代表左大帅，那就等于你代表大清朝廷，是这样吗？谈成功了，我代表大清朝廷；如果谈不成功，那我只代表我个人。胡先生的辞令很精彩，请允许我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：你如何能证明你代表左大帅？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左宗棠左大人的电文。大人电文如下：申报其文，无稽之谈，继续谈判。如若成功，户部可出委托书。
其他的就不用说了。好极了，下面我们就谈谈具体细节吧。吉伯特，你好，吉伯特。你是？我是博尔。啊，我记起来了，博尔兄弟，你怎么会到上海来？别提了，几年前一直在香港闯荡，什么事都干过，实在混不下去了。朋友劝我到上海来碰碰运气，我买了张船票，就来到了上海，希望你能帮助我。哦，博尔兄弟，我会帮助你。目前正好有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你来和我一起冒险吧。我帮你在上海成立奥林公司的办事处，马上开展业务。现在你拿着钱去买一套漂亮的西装和一双皮鞋，在上海滩。只认衣裳不认人，你要把自己打扮成英国的贵族阔佬、百万富翁、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。我这么说，胡雪岩向汇丰贷款搞成了？哎，就差一步正式签协议了。没有办法，太后遗旨，户部只好给胡雪岩签发委托书了。那就赶紧抓住吉伯特和奥林公司，做好军火生意啊！告诉你，军火比鸦片还要赚钱呐！大人，这批军火由我们先垫支。问题胡雪岩并没有委托我们代为订购啊，这到时他翻脸不认这个账怎么办呢？他敢！西征军饷在胡雪岩手中调拨，洋人贷款又由胡雪岩运转。哼，他这是被窝里放屁，想独吞呐！到时候我出面，看他敢说半个不字。是啊，我谅他也不敢。如果他敢的话，我们就在江海关那笔鞋饷上掐死他。大帅，现在饷银缺乏，有的想拖欠不交，不知胡雪岩向洋人贷款之事怎么样？我相信胡雪岩会竭尽全力筹措成功。即便筹措成功，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大帅承诺在3日之内解决欠饷，这饷银从哪儿来呀？把我的俸银拿出来，先发给弟兄。如若不够，再向宿州的商贾去借。大帅率先把俸银献了出来，为了西征的弟兄们，我也把俸银献出来。对，俸银献出来。我们地处西域，水土不服，病疫流行，还需要医药保障。速发600里快船，请胡雪岩即刻解运防病防疫的药材。是。并催请胡雪岩向洋人贷款，从速圆满解决。这位是英国皇家奥林公司的总代理博尔先生，这位是江南制造局招商局总办盛宣怀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请。盛宣怀先生，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博尔先生已同意这笔军火贸易，并已召回伯明翰总部。只要付清货款，正式签约，那么第一批枪炮弹药马上可以在利物浦装船，日夜兼程运送到上海来。这是合同的正副本。
吉伯特先生、博尔先生，我对合同的总体协议是没有意见，只是对付款方式，我们上海道台大人答应只先付一半，按照惯例，另一半是得军火到达上海之后，我们会全部付清的。只付一半，博尔先生，你的意见呢？我们公司向来是全部付清货款才发货。我和盛先生初次打交道，有吉布特先生担保，可以先付一半。船一到上海必须全部付清，盛先生，你能保证吗？我当然能保证。OK， 那就成交吧。这是花旗银行的银票，啊。OK， 盛先生，明天还是在这里，还是这个时候，我会把5%的佣金交付给你，怎么样？谢谢了。好，来，我祝贺你们。这是空前的突破，在全世界，我们英国银行第一次向贵国提供贷款，也是贵国第一次向外国取得贷款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干杯。胡先生是左宗棠大人的红人，将来在西北和南洋的商务上，还请2位先生给我们英国人多多关照。哈，那是应该的。我们除了借贷洋款，还要购买一批军火。不过我听说，贵国的吉普特先生已经捷足先登了，而且跟你们签订了合同。请不必介意，军火是一块诱人的蛋糕，大家都想分一块。胡先生，你总不能独把上海一方吧？总得留一点点给别人吃嘛。哎，这一点点可不是个小数目呀。是啊，关键这是西征的款项。盛宣怀用了我们的钱，既讨了好又卖了乖，还捡了个大便宜。那我们以后再有合作，你们不让他占便宜不就行了吗？好，让我们举杯，为我们成功的合作干杯，也为了我们再有合作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贷款终于谈下来了。是啊，马上告知左大帅。好。哎，这洋人可厉害啊！粤西巴黎，付款先扣，不动窝就赚了10万两啊！哎呀，迎春，这开钱庄嘛，8个坛子7个盖，看你会盖不会盖。有110万在我手里，1年我至手翻一番。还是你精明的。请，大先生，左大帅派600里快船来了，请胡大人阅后立即回复左大帅。一路辛苦了，马上带去休息。什么事儿？迎春，马上再发一份快报，告诉大帅，他所需要的药品和物资即刻动身。好，来，胡先生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您请上座。福年，我听有人说，你是搞典当行出身的。哎呦，这可谈不上，但是我懂一点。我是徽州人，我已故的三叔是当铺的朝奉，我在他那儿整整干了1年，所以我对典当业的运作和行规多少懂那么一点。那如此说来，我找你算是找对人了。我就想问问你这典当行的事。你说你这人，知道现在典当行业的人才甚少，你要早跟我说的话，也不至于埋没到今天。哎呀，我简直是后悔极了！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干典当这一行，而是吃了私行这碗饭？我现在呀，真是后悔极了。那我问问你，你说开典当行到底能不能赚钱？稳赚呐！典当这个行业啊，就是与众不同，是365行中最舒服的一行啊。他住的舒服，吃的舒服，入息优厚，做事轻松。要是吃过典当这碗饭的人，
那别的饭就再也不想吃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开典当行容易，要想找一个开典当行的好手不容易，是吗？哎，是这个样子。不过要是存心找的话，还是可以找到的。好极了，尽快帮我物色一个。最近我发现，从南京、无锡，还有苏州这一带，有不少的有钱人都来上海避难。为了生存，他们手中有很多的细软都想拿出来典当，所以以我判断，这个行当应该很有发展。如果我在这个行当里再能够赚些钱，那还可以补偿左大人西征的军饷啊。既然胡先生有意典当业，如果信得过我朱福年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谁呀？他叫唐子韶，是我的同门师兄弟。他一直在宁波从事典当业，他的能力绝不在我之下。那好，就请你的这位师兄弟来给我做主管。除了要在杭州和苏州开当铺以外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在上海开当铺。这上海的市场可是太大了。然后你再在全国的大江南北各大城市，再一家一家的开出分部来。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我和庞二爷说一声大荣你还管着。好，我的典当行呢，你给我监管。有一点你应该知道，我这里面用人呢，从来是善待、善用、善语。哎呀，胡老板，您的为人我是清楚的。只是现在您既开着钱庄，又从事粮食业、生丝业、房地产业，还有医药业，现在又要搞典当业。哎呀，这么多的钱款，您调动得过来吗？这用不着你操心，调动钱款是我最擅长的。而且我有了钱，我就是得想办法用出去。我要用钱再来生钱，懂吗？我懂。行了，过2天我要回杭州了，你转告子韶，我要在杭州跟他面谈。好的。胡老板，我送你。什么？小爷叔，你又要开当铺啊？你的脑子可一时都不闲着。你刚把洋人的钱借到手，现在突然要办新的生意。哎，你看看你开了什么啊？钱庄、药店、私行、房地产，你可够忙活的。你为什么要开当铺啊？这叫借势。比如现在左大人西征，为什么要借洋款呢？那就是借洋人之势来壮大自己。永春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借洋人之势，左大帅西征可以建功立业，小爷叔你呢又可以发展自己。在我看来啊，钱庄就是有钱人的典当行，典当行呢又是穷人的钱庄。你说现在战火纷飞，有多少逃难的？不要说那些小户，就是一些大户，应急的时候，他也得到典当行去。小爷叔啊，你总不至于把典当当做一项慈善事业，而是想挣大钱吧？那当然了，天下就没有不赚钱的典当行。我准备开20-30家，这小的呀1-2万，大的呢4-5万，总归得40-50万吧。这40-50万一个月翻1番，生息1分，那就是4万5，一年就是54万。哎呀，要是我呀，别的什么都不做了，就经营这20-30家当铺就够了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你有眼光啊？小爷叔那眼光才叫眼光呢。你看看现在乱世凶年的，别人都没办法了吧？就是小爷叔想出这条妙计，开出生财之道的。哎，这尤武怎么还不来啊？老爷，五爷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请。哟，爷叔，五哥，你来的正好。啊，先给我说说，曹帮弟兄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好，贩运粮食，稽查私盐，现在可不比从前了。爷叔找我来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爷叔，快说吧。好，坐。好。本来这件事啊，我不想麻烦你，可想想不行。这左大帅带领的兵马，他大多数是湖南人，爱吃大米，所以我想让你带领一些曹帮的弟兄，给左大帅送大米去。好，你想想啊，那前线的将士要是吃上我们送去的大米，那会是什么心情啊？好，这既是人情，又能鼓舞士气，我照办。快走啊！就来，这是你的。哎。
真是积阴德，积阴德。别客气，不客气。侯大善人，你们庆云堂年年如此，我们穷人有个小病小灾，也能不花钱就吃药治病了。孩子，快给侯大善人问候。谢侯大人。哎呀，我们庆余堂为你们做这点事情，那是应该的，不必挂在心上。玄兄，你如此积德行善，必得好报。今生不是长寿活命100岁，就是寿终正寝，得到好死啊！我开庆余堂，就是要让病人早日康复，硬邦邦的活100岁，那才有滋有味。雪岩常常是口出谬论，不过想想倒也是言之有理呀。哎，胡先生，你们结伴而来是有事吧？咱们里面说。走。再说，左大帅的西征军已经进入西北腹地，现在是疫病流行，急需我们支援药物。除了赶制一批胡氏避瘟丹、诸葛行军散之外，还可根据古方新研制利马回疗丹、绿药膏、紫雪丹，对治疗创伤、疮疔、溃疡、镇惊通窍有特殊的疗效。但是其中有几味药原料昂贵，熬药的工具也需要用金铲银锅。金铲银锅，马上派人去买，只要能制出好药，不惜成本，这样我才能保住我胡记的金字招牌。好，我立刻去操办。去吧。哎，风岩兄，咱们去喝几杯？哎呀，这大白天谈事儿，喝什么酒啊？我等着呢。雪岩兄为西征大军带了洋款，那还不得请我们喝几杯呀？有本事你就把西湖给我喝干喽！二位兄弟，我还得拜托你们，药治好了之后，由你们押运到西北，一定要面交左大人。二弟所托，大哥我义不容辞，正好去看看，领略领略西域风情。风岩兄，你说呢？我呀，只要有酒喝就行。好，行，走。